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千，舅舅这儿确实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我记得你好几年前在市区买了套公寓，那时候入手价格是多少？我心头一紧，45万买的，有何贵干？这样，舅舅出你50万，你把那房子转让给我。聪聪要结婚了，得有个婚房，你赶紧把过户手续办一下。我妈瞧见舅舅掏钱，慌忙阻拦，这怎么好意思让你们破费？小千理应帮聪聪，那房子全当是送给聪聪的新婚大礼了。我冷笑出声，想要房子怎么不自己去努力？50万就想买现在市值100多万的房子，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。我妈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你是姐姐，帮自己弟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连一套房子都舍不得。永永也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。小千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将来嫁了人，这房子迟早是别人的，倒不如现在给聪聪用来娶媳妇。我妈立刻应声附和，你要懂事点，聪聪眼看就要结婚了，女方家里非要有房子才肯嫁，你把房子让给聪聪，回头再买一套不就行了？我此刻算是看穿了，我妈今天叫我来，分明就是冲我的房子来的，想让我成为伏地魔的接班人，自己没能力就不要想着成家，别跑到我这里来乞讨。我话撂这儿了，想要房子没可能。舅舅猛地一拍桌子，火冒三丈，林谦，你这丫头别不识好歹，你的东西以后迟早都是聪聪的，我出50万买你的房是给你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聪聪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姑姑真是白养了个没良心的。我一拍桌指着他俩道，大没本事生出个小没本事的，这些年我妈贴给你的还少吗？你们现在穿的用的哪个不是我爸的辛苦钱？现在还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？我告诉你，我和我那个伏地魔妈不一样，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，做梦！南上来给我一耳光，我今天就替你妈教教你。我直接揪起聪聪就算了一个嘴巴，你爸打我，我就打你。妈妈立刻尖叫出声，林谦，你疯了！聪聪，疼不疼啊？自己女儿被打被欺负不管不顾，就疼她那个宝贝聪聪。懒得废话，我踹开房门开车回家。凌晨3点，我被电话铃吵醒，接通是医院打来的电话，是林军伟的家人吗？这里是虎阳医院，林军伟出了车祸，情况紧急，需要动手术，赶紧来医院一趟。我脑子猛地炸了，爸爸出车祸了，妈妈的电话又打进来，小千，怎么办？你爸出车祸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是我和你爸说了南就想要房子的事，我想着让他回来劝劝你。爸爸对我极好，把我当眼珠子疼，一定是怕我被欺负，急着赶回来才出了车祸。我怒火中烧，大吼道：去医院！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医院，医生已经在手术室外等着了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？林军伟需要立刻进行手术，同意的话，这里签字，去交30万手术费。爸爸已经被推了过来，经过我身边时对我说，芊芊，爸的抽屉夹层里有张30万的卡，本来是给你攒的嫁妆，现在得先交手术费了，就是苦了你了，等爸好了再给你攒啊。我哭着让我爸放心，让医生先手术，自己立刻去拿钱。我拿着银行卡刚冲到医院缴费口，妈妈和舅舅却冲过来一把抢过银行卡。妈妈，小千，这钱不能交。我心急如焚，快给我，这是爸的救命钱。
舅舅开口了：“小千，你有钱不先想着给聪聪买房子，却想着给姓林的治病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们才是一家人。”没想到妈妈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聪聪啊！”我真没想到妈妈已经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。我抢回银行卡吼道：“去的买房子，我爸的命难道没房子重要吗？”妈妈也急了：“不做手术又不一定会死，就算死了，那你爸只是没了一条命，可聪聪呢？可是毁了一辈子的幸福啊！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呀？要是没这个房子，你让我怎么和聪聪交代呀？”我实在忍不住，一巴掌打在我妈脸上。赵秀兰，我爸这么多年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从头到尾只想着你那个废物弟弟，不停地去贴补那个无底洞，现在还想让我爸死？你别通我和你断绝关系！妈妈捂着脸不敢置信。白眼狼，你居然打我！我打死你！抬手就要扇我耳光，我一把擒住妈妈的手，反手在她另一半又来了一巴掌。赵秀兰，我让你好好清醒清醒，你非要逼死我爸是吗？楠楠皱着眉，一脸不耐烦。行了，林谦，这样给你爸留5万丧葬费，正好快到清明了，好日子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气得青筋暴起，一脚踹在舅舅肚子上，想拿我爸的手术费，除非我死。要是今天我爸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陪葬，我还不解气。又是一脚，呸！狗娘养的东西，想死自己去死，死也不会有人收尸。好！医院内围观的病人家属纷纷叫好，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，庆幸我爸有我这个好女儿。至于我妈和舅舅，骂声一片，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他们淹死。他俩见情况不对，只能赶紧走。我交完费，赶紧到手术室外守着爸爸。还好手术成功，爸爸被推进病房，我守在他旁边，才彻底安心。爸爸刚醒，就听到隔壁床的病人说着我死守救命钱的事。爸爸眼眶湿润：“小千，难为你了，你妈哎。”我彻底对他寒心了。如果爸要离婚，你会同意吗？我点点头：“爸，我支持你。”妈妈她一心都在救南一家身上，从来没把我们当作家人，也没心疼过我们。离婚，爸，我带你过好日子。正说着话，妈妈和舅南就从门口走进来，袋子里提着几个皱皮的苹果。老林，你醒了，给你买的苹果。这苹果一看就是舅勇不要的，才拎过来。爸爸不想看他，你来干嘛？老林，我来看看你啊，有事快说，没事就走吧，芊芊在就够了。妈妈抿抿唇，还是说了：“老林，我这不是想让你劝劝小千把房子过户给聪聪吗？聪聪不容易，咱们得多帮衬呀。”永舅也帮腔道：“是啊，大哥，你看我们也让小千给你治病了，这房子不给我们说不过去吧？”爸爸怒极反笑：“你够不要脸的！要不是小千护着我，我就被你害死了。你还好意思跑来，还想要公要房子？你脑子里装的全是屎是吧？你当我林君伟好欺负啊？”舅舅一听这话，立刻生气了：“林君伟，我都让小千救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钱就该给我，看你这样子救了也是白费，不如死了算了，把钱留给小聪。”我听不下去，抓起苹果就砸在舅舅身上。狗嘴就知道喷粪，我祝你早死早超生。这么想给赵聪要钱，那你就早点死，死了钱就全是赵聪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房子你这辈子别想拿到，我和我妈不一样，别想让我也当伏地魔，别想吸我的血，你们这些恶心的水蛭不配。妈妈一听却不乐意了，叫嚷着说我没良心。林谦，你怎么和南舅说话的？你南说的有错吗？一个女孩子
不补贴着弟弟还想干嘛？我看你想翻天啊！都是被你爸这个老顽固给带坏了。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今天我做主，马上就去办过户手续，不然你就不是我女儿。你为了赵聪居然不认我，也是，你都能做出拿我爸救命钱给赵聪找幸福的事，还有什么你做不出来？妈，你真烂到骨子里了。楠楠可不管这些，对妈妈说：“我不管你咋样，反正聪聪就得有个房子，你做姑姑的必须得出。你要不出这房子，就别怪我和聪聪不认你，你看着办吧。”说完头也不回走了。妈妈气冲冲指着我：“林谦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害得他们要不认我，你个丧良心的贱丫头！你跟我走。今天必须把房产证拿出来。”妈妈抓着我的胳膊，力气极大，感觉把所有的恨全发泄在我身上。我拼命挣扎，好不容易才甩开妈妈的手。爸爸火冒三丈：“赵秀兰，你害我还不够，还想害芊芊吗？芊芊自己的房子凭什么给聪聪？芊芊从小到大你关心过她吗？你给她花过1分钱吗？你全贴给你那个弟弟，你想拿我的命去给聪聪买房？赵秀兰，我告诉你，咱俩完了。等我出院就去离婚。”离婚！妈妈一听离婚，立刻撒泼起来：“林君伟，你不是人，你没良心啊！我给你生儿育女，不就是把钱给了我弟吗？怎么啦？我弟就是你弟，钱就应该给他。你现在要离婚，你不是人啊！”爸爸气得发抖，我拽起妈妈就往门口走。妈，你要是还想我叫你妈，就别来逼我们。永救一家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我们不干了，你好自为之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是妈妈的叫骂：“你说谁没良心？你才是白眼狼！你居然帮着姓林的！”男友孙轩宇听到我爸住院的消息，急匆匆的就来了，忙前忙后好一阵，又在医院陪护了2天，给我爸感动的不行。爸爸伤势大有好转，基本上可以自行活动了。孙轩宇见状就说：“芊芊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要不这2天上我家休息会儿吧，太累对身体不好。”爸爸也同意，劝我好好休息。见爸爸和男友都这样说，我也同意下来。我还是第一次去男友家，又要赞助得多，带些礼物去。我特意去买了礼物给叔叔阿姨。孙轩宇特别提醒说他妹妹喜欢大牌化妆品，让我多买，我也欣然答应买了套装，跟着孙轩宇上门了。刚进门，孙爸孙妈都十分热情。妹妹见到我带的化妆品，两眼放光，一把抱住我，喜欢的不行。本以为这几天会开心的过下去，结果晚上就闹了不愉快。吃完饭，孙轩宇起身收拾去了厨房洗碗。我心中还在暗喜，现在会做家务的男人不多了。就听见妹妹开口：“芊芊姐，我想吃苹果，帮我切一个呗。”想着妹妹喜欢我，我也去厨房切好了，端给妹妹。妹妹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芊芊姐，我要泡脚了，给我打盆洗脚水呗。”这不太合适吧？我看了孙轩宇一眼，想他帮我解围。孙轩宇却一脸无所谓：“我妹要洗脚，你这做嫂子的还不去吗？”我有些不高兴，但还是去接了盆洗脚水。刚放下，妹妹又说：“芊芊姐，帮我洗吧，我要芊芊姐帮我洗。”我实在忍不住了：“妹妹，脚要自己洗，哪有让客人洗的道理？”妹妹一听生气了：“你以后是我嫂子，照顾我就是应该的，我让你干嘛就得干嘛。”妹妹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你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。我不是你的佣人，凭啥帮你？孙轩宇眼见我们要吵起来，赶紧上来打圆场：“芊芊，你先回房间休息。妹妹别气，哥来帮你洗，每天都是哥洗，今天也是哥来。”妹妹哼了一声：“芊芊姐，
你真该跟我哥好好学学，哪有当哥哥姐姐不照顾妹妹的？我没那本事，学不会。晚上，孙轩宇来到房间，小千，别生气，我妹就是这样，需要人照顾，你多包容一下。我翻个白眼，我可做不来给人洗脚的活，洗个脚而已。以后你当他嫂子，不都是要做的吗？孙轩宇，我告诉你，让我做这些门都没有。行了，行了，不说这事了。妹妹她生气，你给她买点衣服啥的，给她道个歉。她生气，我不生气。她无理取闹，凭啥让我道歉啊？你个未来嫂子，不能大度点吗？以后妹妹还指望我们帮衬呢。你别忘了买礼物啊！我睡觉了。说完就走出房间，我气得半死，就不该买那么贵的套装当礼物，心疼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家坐在桌前吃早饭，就见妹妹掏出手机递给我，芊芊姐，我看上这个 LV 的包，帮我买了，我就原谅你了。我一看10多万，她也真敢要，我的火蹭就上来了，直接把手机扔回去，不买，要买自己买。孙轩宇一拍筷子，林谦，不就一个包吗？你什么态度？怎么和我妹说话呀？是啊，林谦，你要是还想当我嫂子，今天就必须把包买了。我气得冷哼，你多大脸啊？开口要10几万的包，当我冤种啊？孙妈听不下去，小千，怎么和妹妹说话呀？能让你买是看得上你。再说了，以后你和孙轩宇的钱不都是妹妹的吗？现在花点钱怎么了？太没家教了。孙轩宇也附和道，我家就我妹一个女孩，我们不养她，谁养她？一副大嫂样子都没有，快点买了，别让大家不高兴。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孙轩宇是个伏妹魔呀？刚送走我妈，又来个孙轩宇。我一掀桌子怒道，你妹要买包关我屁事，想薅我钱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个烂透的伏妹魔，别想拖我下水。孙轩宇，分手！我现在看见你就恶心，一个家教不出，一个干人似的，还敢说我没教养？我就是太有教养了，不然早打了。我抓起东西就要走，孙轩宇却不让了。行，分手可以，那就把这2年我给你花的钱全部还回来。我要给我妹买包，再给我妹道歉，否则别想出这个门。行啊，那咱们就好好算算。我记得我们还有张一起存钱的银行卡吧，里面一大半都是我的钱，现在全部还我。孙轩宇一听银行卡，心虚了，凭什么还你？那明明是我的钱。分手就赶紧走，别和讨债鬼似的。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孙轩宇，卡里还有多少钱？孙轩宇不说话了。行，我来查。银行卡显示余额200元，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。我明明存了10万啊！我揪着孙轩宇的衣领怒吼：你告诉我，钱呢？我钱去哪了？妹妹冲上来甩了我一巴掌。我哥给我用的怎么了？存的钱就是我哥的，我哥的就是我的，2年才花了10万块钱，便宜你了。看你这小气样，根本配不上我哥。我哪忍得了这气，抬手一巴掌扇得他嘴角流血，一张狗嘴竟喷粪了。今天要是不把这钱给我出来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刚要打110，孙爸一脚踹在我腿上，死丫头敢打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赶紧冲进房间，锁上门，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。10分钟后，警察到了，我才敢出来，在那家人恶毒的目光中说了所有事，要求孙轩宇还钱，我还得验伤。孙轩宇一听就火了：林谦，你个臭婊子，你还敢！话还没说完就被警察直接带走了。警察调查了所有证据，给了孙轩宇2个选择，要么得到我的谅解还10万块钱，要么进去蹲3年。孙轩宇一听要坐牢，立刻求道：小千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拿钱，
你看在咱们的情分上签个谅解书好不好？钱我慢慢还你，一定还。我错了，哼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，还以前的情面。我想起来就恶心，没让你赔精神损失费就不错了。小千，我求求你，我不想坐牢，我马上还钱，我马上去借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冷笑一声，不好，钱我不要了，你就进去好好改造大脑吧。说完就走出调解室。我的伤情鉴定也出来了，大腿处大面积淤青，算是轻伤。看来孙爸也得进局子几天了。我走到妹妹面前，一脸嘲讽：你哥进去了，我看谁来扶你这滩烂泥，废物一个。我带着东西回到了爸爸的病房，和他说了孙轩宇的事。爸爸也大为震惊，但庆幸我趁早发现，没掉进伏地魔的坑。没几天，爸爸就完全康复了。我送他回家，刚到家就发现家里一片狼藉。南舅和聪聪就一直住在爸妈的房子里，见我们回来也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小千，回来啦，房子的事考虑的怎么样？我爸直接骂道：要房子没有，管你们一顿狗粮，吃饱了赶紧滚。妈妈不高兴了，老林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就算不给房子，把车给聪聪总行吧。小千一个女孩子开那么好的车干嘛？赵秀兰，你没资格说话，你不配当芊芊的吗？周一我们就去离婚，你跟着你弟弟过吧。舅舅开口了，离婚可以，那你把房子留下，不能让我姐白跟你那么多年。你非得说话证明你是狗是吧？这房子跟他赵秀兰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些年他拿我的钱贴补你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欠他的。你带着你儿子赶紧滚。姓林的，今天这房子不给我姐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你想怎么着？妈妈也附和，就是，反正你们2套房必须拿1套出来。和这些无赖无需多说。我和我爸手拿拖把和扫把，照着他们就打。我让你不滚，我让你吸血，有种就别走。匆匆挨了打，先跑出门。舅舅和妈妈躲闪不及，也被轰出门外。赵秀兰，周一9点，民政局见。说完就猛地摔上门。门外舅舅和妈妈的叫骂声不断。我把家里收拾了一遍。这2天怕爸爸难过，特意留下来陪他。周一早上，我陪爸爸去民政局办手续。妈妈虽然不情愿，但抵不过爸爸的决绝，还是离婚了。妈妈一句话没说，直接转身走了。她一心都在南一家身上，肯定忙着回去给他们洗衣做饭，哪里会和我们说什么呢？我和爸爸提议，爸，我想搬去和你一起住，咱们有个照应，我的房子就租出去，这样每月还能有笔外快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爸爸笑着点头，巴不得我回去住。那咱们先去你那把东西收收，这2天就租出去吧。到了公寓楼下，就看到单元门上挂着红气球，扎着红花，像是哪家在办喜事呀？这么喜庆，挺好。咱父女俩的新生活开始了。我和爸爸说笑着上楼，越走越觉得不对劲。到了家门口才发现，这些东西全是从我家出来的。大门敞着，铺着红地毯，满地的彩带果壳，喜字贴的到处都是。撕下来，墙面就废了里屋，还传来闹哄哄的笑声。我和爸爸冲进去一看，一群人挤在房间里，起哄让新郎亲新娘。新郎正是聪聪。我火气直窜脑门，大吼一声：你们在干嘛？滚，都滚出去！直接挤过人群，抓着聪聪头发就往外面拖。群人被这一幕吓住，还是新娘先反应过来：你谁呀？怎么来我家？还敢打我老公？说着冲上来就拽我头发，我直接把新娘推倒，一脚踹在聪聪肚子上。还你家！你问问这个贱货，到底是谁的房子？
房产证是谁的名？新娘怒气冲冲地朝聪聪喊道：“老公，你说呀，你告诉他是谁的房子，把他抓起来。”聪聪一副无赖样：“房产证是你的名，能怎样啊？现在是你的，以后都是我的。我姑都说了，让你过户给我。”妈妈见到屋内的场景，尖叫一声就过来护住聪聪。林谦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今天是聪聪的大喜日子，你看你干的好事。妈，你非要把我的东西全给聪聪才满意吗？对，聪聪是我们家的宝，就应该所有都给他。你个丫头片子要那么多干嘛？你是我生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应该给聪聪。新娘在一旁震惊到目瞪口呆。赵聪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个大男人有手有脚，你不去赚钱，你抢你姐的东西，你还要脸吗？我也是当姐姐的，我就看不起你这种人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看上你。说完一扯头花，这个婚我不结了，你真让我恶心。说完带着亲戚朋友就走，任凭聪聪怎么挽留都没回头。聪聪气急败坏地朝我大喊：“林谦，我结不成婚，你满意了吧？”我妈一把推倒我：“林谦，我就不该生你，你个白眼狼，非要毁了聪聪才高兴吗？”我对我妈真的失望透顶。赵秀兰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花钱买的，和你们姓赵的屁关系没有。你要护着聪聪，那我就没你这个妈。赵聪，今天这事没完，擅闯民宅，破坏财物，爸，报警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！你个崽种，你还想抓聪聪？我打死你！说着冲上来就想撕了我，我爸直接挡在我身前，一巴掌让我妈倒地不起。赵秀兰、赵聪，都欺负我女儿是吧？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刚到警局，南舅也来了，上来就想打我，被警察拦住，坐在调解室。南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我要告他们，这俩姓林的，他霸占我房子车子，今天我儿子结婚，他俩还冲进去打人，我要告他们，让他们坐牢。”聪聪见到舅舅更加肆无忌惮，对，看给我头皮揪的，一直住我房子里，我都没收他房租。警察问道：“那刚刚是你们报的警，私闯民宅和破坏财物？”爸爸说：“我报的是他们未经我女儿同意闯进去办婚礼，还打我女儿，我才报警的。姓林的，什么叫私闯民宅呀？我们不是通知你们要你房子办婚礼吗？你呀！”警察拿过我们带的房产证，又查了车子是在我名下，自然明字了一切，房车全是人家的，你们凭什么说是自己的？私闯民宅，我看你们是想进来蹲几天啊！妈妈急了：“警察同志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她是我女儿，她的东西我给聪聪怎么了？你们管得着吗？她不懂帮衬弟弟，你们就应该把这种不孝女抓起来。我妈这种脑子是被裹的，根本没法救了。我只庆幸自己和她不一样。”我掏出一封断绝关系书摆在她面前：“妈，我的东西和你没关系，以后我也和你没关系。”妈妈毫不犹豫签下字。我真后悔有你这种女儿，以后聪聪大富大贵，你别来求我。在此之后，警察给我的财务损失定了价，永救一家自然不肯掏钱，逼着我妈拿出棺材本才填上窟窿。永检还放下狠话，让我等着瞧。正当我以为一切归于平静时，一条热搜打破了我的生活。我本来不知道，还是隔壁邻居好心把热搜发给我，我才明白妈妈和舅一家居然找到我前男友家，一起控诉我是个把男友送进监狱、不认母亲亲戚的不孝女。视频中，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说着养我从小到大的不容易，说我是个没良心的，不认母亲，还搅黄了赵聪的婚礼，见不得亲戚过得好，
把他们全部赶出家门。孙轩宇的妹妹孙玉妮也在旁附和，说我到他家之后目无尊长，还动手打人，吞了他哥的钱，还把他哥送进监狱。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网友听后也不管事情真相，对我和爸爸进行谩骂和网暴。妈妈打来电话，趾高气扬道：小千，我劝你和你爸识相点，赶紧把2套房和车一起转到聪聪名下，不然就等着被骂死吧。想我们删视频就照做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真为蠢人的智商堪忧，想利用舆论逼我们就范，就没想过我们也会利用网络澄清吗？哼，等着瞧吧，明天就该你们求我了。爸爸担忧地看着我，芊芊，你还好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笑了笑，爸，我们不是有证据吗？当晚，我和爸爸就整理好了这些年妈妈贴补娘家的证据，还有我在孙轩宇家被打的照片，再加上转账记录和报警记录，这些就足够锤爆他们。第2天，我就和爸爸一起开了直播。爸爸才是那个养我到大的人，他说的辛酸远比妈妈要真实，证据和照片一样在大众面前展示。网友明白被骗后，愤怒值达到顶峰，无数的攻击谩骂直接吓得妈妈注销了账号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晚上就收到南舅的威胁信息：林谦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复，南舅就撤回了消息。我截了图保留证据后，就放下手机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使出什么花招。这几天，我和爸爸都格外小心，出门都一起，生怕被南舅钻了空子。就这样过了1周，都没发生任何事。就在我以为南舅就是嘴上说说而已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个到付的快递。我最近没有买东西，爸爸也说没有，怕是南舅寄来的恐怖快递。我和爸爸都不敢拆，最后还是喊了物业和警察来一起打开。一打开就发现里面是个假人，假人身上贴着我的照片，身上被泼满了红油漆，像是被血染红的一样。警察调查了监控，锁定了一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可疑男子，从身形来看很像南舅。警察将他带回警局调查，还没等到调查结果，南舅一家就闹到了警局。一见到我就开始叫嚣：林谦，你个贱人，你居然敢报警抓你舅舅，你个不孝女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南舅想冲过来打我，被警察直接按在地上。妈妈在一旁哀求我：小千，千错万错都是妈妈的错，你舅舅他不是故意的，你看在妈妈的面子上，放过你舅舅好不好？我给你跪下了。说着就想下跪，被警察及时扶住。我真是开了眼界了，自己弟弟要杀我，他居然要我放过他，这是一个妈妈该说的话吗？我冷笑一声：赵秀兰，你到现在还在护着你弟弟，他甚至想杀了我，你还在帮他说话，你配当一个母亲吗？妈妈哑口无言，只是一直流泪。这时，审讯南舅的警察也出来了。林谦，赵勇已经承认了恐吓你的事实，你看想怎么解决？南舅还在叫嚣：你们敢？我可是他舅，他亲舅，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？警察义正辞严道：赵勇，你涉嫌恐吓，是要坐牢的，和林谦是什么关系不重要，我们依法办事。南舅立刻偃旗息鼓，求救似的看向妈妈，妈妈又转向我：小千，妈妈求你了，给你舅舅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他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：赵秀兰，你保证有什么用？你保证了他就不来害我了吗？从我和你断绝关系之后，你就不再是我妈了，他的事和我没关系。妈妈还想再求，
被警察拉开。赵勇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最后，南就因恐吓被判了1年。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更过分的还在后面。自从南就进去之后，妈妈隔3差5就来闹，我被她闹得实在受不了，直接换了门锁。她进不来，就在门口破口大骂，惹得邻居频频投诉。我实在是烦不胜烦，直接录下她撒泼的证据，报警说她扰民，这才安生几天。这天晚上，我刚到家门口，就发现不对，门大开着，屋内有翻动的声响，我以为进了小偷，连忙报警。警察和我一起进屋，发现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，爸爸被人绑在椅子上，嘴被堵住。见到我，连忙发出呜呜的求救声，我连忙给他解绑。警察也在屋内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，正是孙轩宇。警察问道：“你在这干什么？”我来找我前女友求和，发现她家有翻动的声音，以为进小偷了，就进来看看。你前女友是谁？孙轩宇一指我，就是她，林谦。我冷笑一声，求和？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你分明是来报复的。孙轩宇还在狡辩，警察同志，你相信我，我真是来求和的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怎么会害他呢？警察又问爸爸：“老林，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爸爸嘴里的布条刚被扯出，说话还不利索。他撒谎，他一来就绑了我，然后就开始翻东西。幸好你们来得及时，不然……孙轩宇见狡辩无望，又开始打感情牌。小千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进去之后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说着就给我跪下。警察直接把他提起来，你少来这套，先跟我们回警局再说。到了警局，无论警察怎么问孙轩宇，都不说为什么要到我家，只是一个劲的求我复合。我被他缠得实在没办法，直接让警察调出我家监控，他犯罪的证据都在里面。警察又问：“你还不说实话是吧？这些都会成为呈堂证供，你现在说还能少判几年？”孙轩宇这才慌了神。我说：“我都说是赵秀兰，她找到我说只要我帮她找到林谦的房本和存折，她就给我5万块钱。”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答应她了。我听后冷笑一声，真是我的好妈妈，居然联合外人来算计我。警察又问：“他怎么知道林谦家在哪？”是我告诉他的，我以前经常去。他问我，我就说了。警察做好笔录，就让孙轩宇签了字，又把他拘留起来。我刚到家，隔壁邻居就来敲门：“小林啊，刚刚警察来调监控的时候，我看到你妈妈了，她好像往那边走了。”说着指了一个方向。我连忙道谢，追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就看到妈妈的身影，她也发现了我，拔腿就跑。她哪里跑得过我？没几步就被我追上。你跑什么？赵秀兰。妈妈见跑不掉，干脆停下来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你想怎么样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找孙轩宇去我家偷房本了？妈妈理直气壮道：“什么偷不偷的，那么难听。聪聪是你弟弟，你帮扶他不是应该的吗？你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，我拿自己东西怎么了？我真是要被他的强盗逻辑气死了。”赵秀兰，我告诉你，偷东西是犯法的。这次我看在你是我妈的份上，不追究你。再有下次，我一定亲手送你去坐牢。妈妈切了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经过这些事之后，我和爸爸都心有余悸，直接在家门口和屋内都安了监控，还养了条大狗，这才觉得安心点。我以为经过这些事妈妈会收敛点，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。有些人不是你能感化得了的。
尤其是被重男轻女思想荼毒了几十年的人。在多次警告无果后，我选择了最极端的办法，直接搜集了所有证据，以骚扰和偷窃的罪名把他和舅舅一起告上了法庭。妈妈在法庭上还死不悔改，大骂我不孝，周围人都对我指指点点。在我说出所有事情经过并放出证据之后才闭了嘴。最后，妈妈和舅舅因骚扰和偷窃被判了1年半。在妈妈进去之后，我终于觉得世界都清静了，再也没有人来吸我的血。我带着爸爸全国旅游，弥补这么多年的亏欠。在旅途中，我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，他也曾受过原生家庭的伤害，但他并没有自怨自艾，而是选择走出来，自己成就一番事业。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很快走到一起。在1年后，我们结婚，我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在月子期间，我曾无数次噩梦妈妈和舅舅来抢我的女儿，甚至对女儿下了毒手，每次都被吓醒。老公安慰我好久才能再次入睡。老公明白我的顾虑，直接给我请了个月嫂和保姆，还有他和爸爸，我们4个人一起照顾孩子，这才让我稍稍安心。在女儿半满月9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包裹，里面是一封手写信和一张银行卡。信上写着妈妈这些年的心路历程。她明白自己错得离谱，但是不好意思当面道歉，只能以这种方式取得我的原谅。银行卡里是这些年她从我这里和舅舅那里拿的钱，密码是我的生日。我看完信后沉默良久，最后还是把信收了起来。至于原不原谅，我已经无所谓了。我现在只想经营好自己的小家，至于妈妈和舅舅，就让他们成为过去式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